发现了吗？在这个充满了套路、面具和潜规则的社会里，极度坦诚的人其实是非常可怕的。刚开始，你可能觉得他傻、性子直、缺心眼，甚至有点不懂人情世故。但如果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就会慢慢感到一种后背发凉的敬畏。你会发现，他比你想象中要高深得多，也要强大得多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高维认知。今天，我想和你聊一个稍微有点反直觉的话题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聪明，要圆滑，要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我们把这叫做情商，叫做成熟。但是，随着年岁渐长，见过的人越来越多，我越来越笃定一个事实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高级的猎手往往是以猎物的形态出现的，而极度坦诚就是他们最顶级的伪装，也是最致命的武器。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，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商务谈判，对方是业界的老油条，西装革履，笑容可掬，每一句话都滴水不漏，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试探。你紧张吗？当然紧张。你的大脑在飞速运转，分析他这句话背后的深意，揣摩他的底线在哪里，思考该用什么样的话术来回击。这时候，如果你的对手换成了一个极度坦诚的人呢？他一上来就推心置腹，把自己的成本结构、利润空间，甚至产品目前的缺陷全部摊开在桌面上。他看着你的眼睛，诚恳地说：张总，这就是我的底牌，能做我们就签，不能做我们就交个朋友。你会是什么反应？我敢打赌，那一瞬间你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，因为你准备好的所有套路、所有话术、所有博弈的技巧，在这一刻全部失效了。就像你蓄力打出一记重拳，结果打在了棉花上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打在了空气里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，主动亮出底牌，反而让你无牌可打。人心是复杂的，也是脆弱的。在社交丛林里，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被看穿，所以我们拼命地穿上铠甲，戴上面具，试图把自己的软肋和底线藏得严严实实。我们以为这叫防御，但极度坦诚的人，他们反其道而行之。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战术——空城计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山，他在一家竞争极其激烈的互联网大厂做销售总监。你知道，销售这个圈子，那是人精扎堆的地方，尔虞我诈是家常便饭。但大山是个异类。有一次，他去谈一个1000万级的大单子，客户是出了名的难搞，之前已经熬走了3波销售。竞争对手为了拿下这个单子，各种请客送礼、回扣承诺，甚至雇了私家侦探去挖客户的喜好。大山去了，他没带厚重的 PPT， 也没带名贵的礼物，他只带了一份打印好的 Excel 表格。见到客户，大山的第一句话是：王总，在这个项目上，我们公司的技术其实不是最牛的， A 公司在并发处理上比我们要强 20%。 客户愣住了，他谈了这么多供应商，第一次听到有人上来就揭自己短的。大山接着说：但是王总，我研究了您过去3年的业务数据，您现在的痛点不是并发量，而是系统的稳定性及2次开发的灵活性。 A 公司的系统虽然快，但它是封闭的，您后续想加功能，每次都得扒一层皮。而我们的架构虽然慢一点点，但它是模块化的，就像搭积木一样，您想怎么改就怎么改。然后他把那张 Excel 表格推过去，这是我们的成本拆解。说实话，这个价格我只留了 8% 的利润，再低我的团队就没饭吃了，服务质量肯定跟不上。您如果能接受，我现在就让法务拟合同。如果您觉得贵， A 公司的报价确实比我低，我可以把他们销售的联系方式推给您。说完，
大山就坐在那里，静静地喝茶。整场谈话不到20分钟。3天后，合同签了。后来那个客户跟大山说：“小伙子，其实 A 公司的人天天缠着我，我早就烦了。你一上来把底裤都露给我看了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砍价了。而且你敢把缺陷告诉我，说明你对你的方案有绝对的信心。跟你这样的人合作，我心里踏实，不累。发现了吗？当一个人敢于主动公开自己的弱点，毫不回避自己的底线时，他就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换。他不再是一个被审视、被挑选、被攻击的猎物，而是一个制定规则、掌控节奏的猎手。那些想算计他的人，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攻击的靶子，因为你自己都说了，我还攻击什么？这种放弃防守的姿态，恰恰是最高级的防守。它源于一种强大的内核，星号主体性星号。极度坦诚的人，他们的底气在于，我不害怕失去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，我知道这笔生意谈不成，不是因为我不好，而是因为我们不匹配。这种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场，能瞬间震慑住那些内心虚弱、试图靠套路取胜的小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极度坦诚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，恰恰相反，它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阵痛，甚至是一种近乎毁灭性的打击。这就是我想和你深入探讨的另一个层面，极度坦诚是对人性的终极试炼。我有一个发小叫阿成，他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简直就是个奇葩。一般的男生追女生都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，展示优点，隐藏缺点，许下各种美好的承诺。但阿成不这样，他在和现在的妻子第一次约会时，就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。在那个浪漫的西餐厅里，烛光摇曳，气氛正好。阿成突然放下刀叉，一脸严肃地对女生说：“在确立关系之前，我有3件事必须向你坦白。第一，我原生家庭条件一般，父母没有退休金，未来我也许需要承担一部分养老压力。第二，我这人有个臭毛病，工作忙起来会几天不回消息，不是不爱你，是真顾不上。第三，我目前还在创业爬坡期，可能未来3年都没法给你买大房子。”当时的场面一度非常尴尬，换作一般女生可能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，要么就是想劝退。但那个女生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了一句：“那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你不怕我跑了吗？”阿成说：“怕，但我更怕把你骗进来，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失望。我希望你选择我，是因为看清了最真实的我之后，依然愿意和我在一起，而不是因为爱上了一个我编造出来的幻想。”后来他们结婚了，婚后的生活当然有一地鸡毛的时候，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信任问题吵过架。每当遇到困难，妻子就会想起阿成当年的坦白，心里反而有一种踏实感。这些他早就告诉我了，我们是一起面对的战友。这就是极度坦诚的筛选机制，他会无情地筛掉那些只想和你同干的人，留下的全是愿意陪你共苦的战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失去很多人，你会看到很多人的背影，你会遭受冷眼和嘲笑。这种孤独感是极度坦诚必须支付的代价。就像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，他撕开了谎言的遮羞布，但也让他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。但是请记住，这种筛选虽然残酷，却是最高效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用虚假的完美吸引来了一群人，你需要花多少精力去维持这个完美的人设？你需要撒多少个谎来圆第一个谎？这就像是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在跑马拉松，你越跑越累，越跑越慢，直到最后精疲力竭，人设崩塌。而极度坦诚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轻装上阵。接下来
我们聊聊第二点，不按套路出牌，让聪明人无从下手。这个社会上有一种人，我们称之为老油子，他们精通人情世故，说话从来不说满，做事从来不留把柄。他们善于利用信息差，利用模糊的语言，制造一种神秘感和威慑力，让你猜，让你慌，从而达到控制你的目的。在老油子的逻辑里，沟通是一场权力的博弈，谁先暴露意图，谁就输了。但是极度坦诚的人是这场游戏的破壁者。我曾经在一家国企待过一段时间，部门里有个老资格的副总，特别喜欢开那种冗长而无效的会议。在会上，他总是东拉西扯，讲大道理，暗示这个，敲打那个，但就是不给明确的指令。大家都在底下揣摩，领导这话是不是在点我？这个项目到底该不该推？整个团队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内耗中，每个人都战战兢兢，效率极低。直到有一天，公司招来了一个年轻的产品经理，海归背景，典型的极度坦诚风格。在一次例会上，那个副总又在绕弯子，暗示大家最近工作态度有问题，要加强主观能动性，要深刻领悟公司战略。大家都低着头记笔记，装作听懂了。突然，那个产品经理举手了，全场死寂。他看着副总，一脸真诚地问：李总，您刚才说的主观能动性，具体是指哪个项目？是我们上周上线的那个 App 活跃度不够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数据显示是因为服务器响应慢，这需要技术部扩容。您所谓的深刻领悟，是指我们需要加班吗？如果是，请明确加班费的标准。如果没有具体指向，那我们能不能先把手头急需确认的 UI 方案定下来？因为开发那边已经等了2天了。那一刻，空气凝固了，副总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他习惯了大家在云里雾里陪他玩太极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直球。他那些精心设计的话术迷宫，被这个年轻人的简单粗暴瞬间击得粉碎。尴尬吗？确实尴尬，但是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从那以后，副总开会再也不敢绕弯子了，因为他知道那个愣头青随时会举手让他下不来台。部门的沟通效率直线上升，项目进度也快了很多。这就是物理学上的降维打击。老油子的优势建立在复杂和模糊之上，他们的算法复杂度需要大量的计算、记忆和演示，而极度坦诚的人，他们的算法复杂度是0和1，就是一句话，是就是，非就非。当一个复杂的系统遇到一个极简的系统时，复杂的那个一定会崩溃，因为它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去维持那个复杂的谎言结构，而你只需要轻松地做你自己。这不仅仅是性格问题，更是星号效率星号问题。在商业社会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当大家都在忙着猜谜语的时候，那个直接把答案写在脸上的人已经抢跑了10公里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真正的大佬，真正的顶级企业家，在私下交流时，往往都非常直接，非常坦诚。因为他们的时间太值钱了，他们没有功夫去跟你玩猜猜我在想什么的游戏。乔布斯是出了名的暴君，他的坦诚近乎残忍。如果他觉得你的设计是垃圾，他会直接告诉你这是垃圾，绝不会说什么还有提升空间。虽然这让人很不舒服，但正是这种极致的坦诚，逼出了苹果极致的产品。马斯克也是一样，他在推特上公开讨论特斯拉的产能危机，承认自己睡在工厂地板上，甚至在直播里抽大麻。这种不体面反而让他收获了无数死忠粉，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资本家。这就引出了我想说的第3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当人人都玩套路时，真诚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货币。在这个时代，
什么最珍贵？不是钱，不是流量，甚至不是能力，是星号信任信任是当今社会最宝贵的资源，也是最昂贵的奢侈品。你是否值得信任，决定了你能调动多少社会资源，决定了你的天花板在哪里。极度坦诚的人，他们从来不屑于用套路去博取短期的利益，他们是在用言行一致来构建一个长期的、坚不可摧的信任高地。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交易成本。两个陌生人做生意，为什么那么难？因为要调查背景，签复杂的合同，找律师公证，分阶段付款，这些都是为了防范对方欺诈。这些成本往往比生意本身还要高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极度坦诚的人，如果你在圈子里建立起了靠谱的口碑，你的交易成本就会无限趋近于零。我认识一位做天使投资的大佬，老张。他投资有一个怪癖，只投老实人。他说，那些把商业计划书写得天花乱坠，把未来描绘得一片光明的创业者，我一个都不投。因为我知道，创业九死一生，哪有那么顺的事？他不敢告诉我风险，要么是他蠢，没看到风险，要么是他坏，想骗我的钱。而在几年前，他投了一个连续创业失败2次的年轻人。当时那个年轻人来找他，非常坦诚地说，张总，我上2个项目都黄了。第一个是因为我和合伙人撕逼，我处理人际关系太幼稚。第二个是因为我盲目扩张，资金链断裂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但我复盘了半年，我觉得我这次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机会。这是我的复盘笔记，您看看。如果您觉得不行，这顿咖啡我请，算我交学费。老张看完笔记，二话没说，当场签了意向书。老张说，敢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给人看的人，不仅有勇气，更有复盘的能力。这样的人，哪怕再输一次，我也认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骗我。后来，这个年轻人的项目成了独角兽，老张的那笔投资翻了整整500倍。我们再对比一下，我身边还有个聪明人，姑且叫他小王。小王特别会来事，嘴巴甜，会做人，每次合作都把话说得特别漂亮。但每一次合作结束，大家心里都会犯嘀咕，这小子是不是又在哪里吃回扣了？他刚才那句话是不是有水分？慢慢的，大家虽然面上还跟他客客气气，但真正核心的项目，真正的赚钱机会，谁都不敢带他玩了。因为跟他合作心累，你需要时刻提防他，需要花精力去验证他的每一句话。这就是星号信任的复利。星号极度坦诚的人，就像是一个自带信用评级 AAA 的资产。在人际交往中，他们会自动形成一个过滤器。那些喜欢虚伪、喜欢算计、喜欢占便宜的小人，看到你会觉得无利可图，甚至觉得你傻，然后自动远离你。这太好了，帮你省去了多少无效社交的时间。而那些同样真诚、同样看重效率、同样有格局的高人，会被你的磁场吸引，主动向你靠拢。久而久之，你的身边就会聚集起一个高质量的真诚者联盟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大家不用设防，不用猜忌，沟通成本极低，合作效率极高。这种正向循环才是极度坦诚的人最可怕的财富。那些耍小聪明的人，或许能赢一时，能骗到一个单子，能混到一个职位，但他们永远建立不起真正的品牌。一旦别人看穿了他们的套路，他们的路就会越走越窄。而极度坦诚的人，看似在前期吃亏了，看似暴露了弱点，看似得罪了人，但在时间的长河里，他们收获了最坚实的资源和最铁杆的支持系统。总结一下，为什么我说极度坦诚的人很可怕？因为他们早已跳出了低维度的博弈。当大多数人还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戴着面具互相比划演技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把面具扔在了地上，
赤手空拳地冲向了真正的战场。他们不是不懂人情世故，而是超越了这些世故。他们不是没有心计，而是把心计用在了更高远的格局上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坦诚有风险，而是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去承担这个风险，并享受在这个过程中筛选出来的真朋友、真机会。他们想要用真诚来建立信任，创造价值，不屑于制造猜忌，非争夺利益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智慧所在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的身边有那种说话很直，从来不藏着掖着，甚至偶尔会让你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傻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珍惜他，不要觉得他好欺负，不要试图去套路他，因为在这个充满了迷雾的世界里，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愿意提着灯笼照亮你前行道路的人。甚至我希望你能尝试着去成为这样的人，试着在下一次沟通中卸下你的防御，试着说出那句你一直不敢说的对不起，这是我搞砸了。试着告诉你的合作伙伴，其实我的底线是这个。试着对你的爱人说，此刻我感到很脆弱，我需要你的抱抱。你会发现天塌不下来，相反，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需要维护谎言和面具时，你所有的能量都回归到了你自己身上。你开始变得真实，变得有力，变得星号不可战胜星号。这里是高维认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有了一点点触动，或者你想到了身边某个可怕的老实人，欢迎在评论区艾特他，或者把这篇文章转发给他。让我们一起做个可怕的真诚人。我们下期见。